你好，珊珊，我叫奥斯曼。我不认识你哎。我是秦胜利和庄世杰的前同事，也在律师楼工作。不知道你有时间喝杯茶吗？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我纯粹好奇，像秦胜利那么虚伪的人，会不会跟女朋友说真心话？我们怎么相处不需要外人关心。如果你只是想挑拨离间的话，很抱歉，我先失陪了。你跟秦胜利交往，猜只有2种可能：要么物以类聚，要么单纯的可怜。你想要说什么？你明知道你堂哥的车祸跟秦胜利有关，你还昧着良心跟他恩恩爱爱，真的打从心底里佩服你而已。小妹妹，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呐。怎么了？我梦见我杀人了。胜利，那个人说的对，我不是好人。什么人啊？奥斯曼，他来学院找我，然后呢，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。那个混账，竟然去骚扰你！胜利，你跟我说，他讲的话都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你先跟我说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跟我说，堂哥的车祸不只是意外。不过，胜利，你告诉我不是真的，你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你不会伤害人的，对不对？啊？对不起啊，珊珊，那场车祸是我的错，可是我不是故意的。珊珊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不想因为我的错误惩罚你，我是在保护你啊，珊珊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只是想一个人静静。Hello， 哥哥，裁缝店刚刚关门，我怕我会迟到。你在办公室等我，我怕外面很热 ，OK？ 姐姐，有空一起吃饭吗？我现在没有空，哥哥在公司等我，我迟到了。别着急，我也约了师姐。谢谢。姐姐，你的大车有没有去载哥哥？为什么我的东西来了，哥哥都还没有来？我骗你的，我根本没约师姐。哈？姐姐，这种东西你不可以开玩笑的。我迟到了，哥哥会骂我的。我现在就要走了。哎，坐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不可以，我没有时间迟到了。现在走的话，你还钱。我现在没有钱，我明天叫哥哥还给你。难道师姐没帮你办富士卡吗？什么东西？看来她还没把你当自己人。姐姐，你的华语可以讲简单一点吗？我的华语不好，听不懂。这间餐厅，我以前和师姐经常来，但是你未必配得上。人还是有自知之明比较好。付不起钱就别吃那么贵的东西。可是不是我要来的，是你骗我哥哥有来。我骗你无伤大雅，可是你假结婚在新加坡是犯法的，而且罪名很大，需要坐牢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
我跟哥哥假结婚，只有我们2个知道，而且他跟我讲不可以告诉别人。是吗？可是，在师姐心里，我不是别人。她什么事都告诉我，包括你来新加坡另有目的。怎么样？现在有耐性坐下来听我把话说完了吧？你到哪里了？你再不来我就走了。喂，姐。好，现在方便，你说。离婚？给你的。我不要拿你的东西。先打开看看，别急着拒绝我。姐姐，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钱？你来新加坡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别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我直接给你就好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。因为我希望你回去越南。我现在不可以回去越南，我也不可以拿你的钱，我要走了。哥哥真的在等我。我在越南找到了这个人。你为什么认识这个人？有钱有人脉，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把别人的惊天大秘密挖出来。这个人知道很多你和你妹妹的秘密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没什么，那是假冒别人身份，在新加坡是要坐牢的。我没有啊。你妹妹有。不关珊珊的事，我们不是坏人，侯阳华才是那个坏人。别紧张，其实我对你们的事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我今天见你，纯粹想告诉你，我知道你不爱师姐，所以我希望你离开。如果你不离开，我就会让所有人知道你的企图。哥哥一直都知道，他什么都知道。那是别人不知道吧？我不介意告诉大家。我们从你身边的人开始试试，好不好？姐，你先冷静，等我回去了再找你谈 ，OK？同样的问题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你认真的考虑考虑，别再拖了。好，谢谢导导。你还会晕，需不需要轮椅？不用了，我可以自己走，谢谢。哥，你没事吧？痛不痛啊？你为什么会突然晕倒？你没吃饭吗？小事，我进医院，你没告诉别人吧？你吩咐别张扬，我谁都没说。刚才卖罐头说找不到你，我随便编个故事骗他。也别告诉爸妈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为什么？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去帮我结账吧，我等一下过来找你。结账你不需要住院吗？医生说是小事。小事？你在街边晕倒，坐救护车进医院，还说是小事。有没有提醒医生你的病历特殊？你的身体跟一般人不一样。医生比我们清楚，你放心。我怎么放心？爸妈不在家，我有责任照顾你的。
不行，我一定要跟医生说，让你住院做详细的检查。别去。我可以告诉你真实情况，只告诉你一个人。不要愁眉苦脸了。我告诉你的是最坏的情况，医生是这么告诉我的。当初医生还不是说我这辈子都是植物人？你看，我还是醒过来了。你本来就好了，怎么会复发呢？哎，老天，你是不是来捉了我们啊？别开这种玩笑好不好？可能我醒来只是侥幸，老天爷早就设了期限，时间到了，再躺回去，变回植物人。所以你要珍惜现在的我啊。你可以别这样吗？那是纸尿布，我已经没进货了。哎，痛啊！不过，如果你能好起来，我情愿被你每天敲一次。哥，有些事一辈子经历一次就够了。你去动手术吧。等我完成手头上的事，我会去的。你真的打算不让爸妈知道吗？告诉他们他们能做什么，陪着我一起担心吗？虽然我没心肝，我也是会担心的。让你知道，是万一我出事了有个照应。我认定你心脏够强，所以才告诉你的。不愿意吗？你说呢？当然愿意啊。那卖罐头呢？你也打算瞒着他？都别说吧，我最不想让他知道。为什么？她是你老婆，应该有权利知道吧？告诉你个秘密，我跟他是假结婚，装夫妻的。啊？你们不是真爱？那他怎么告诉我？之前告诉你的那些都是骗你的。这件事情只有我跟他知道。哥，你会做这种东西太不可思议了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当初他为了争取时间留下来找珊珊，我也以为帮他纯粹只是举手之劳，没想到拿起来简单，日子久了，居然放不下。所以卖罐头一开始就没打算留下来。说好的，找到妹妹之后就回越南。你们这个情节太荒唐了。你们结婚是假的，那感情呢？卖罐头这么笨，他会演戏吗？他照顾你、关心你、担心你，有哪次是装的？他应该不是装的，他是真的关心我，所以我也在乎他。不过他感受到的应该不是你想的那种感情。有时候想想，我也挺自私的。当我知道他跟珊珊没办法相认，我竟然有点高兴。所以整个过程中，
我都没有尽心尽力的帮他。你想他留下来，那你就告诉他你在乎他啊。那个女人笨头笨脑的，而且你那种拐弯抹角的话，连我都听不懂，更何况是他。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我不想他因为同情我而留下。再说了，他还年轻，万一我真的病倒了，一辈子躺在病床上，对谁来说都是个负累。如果你告诉他你在乎他，以他的性格，他一定会留下来的。没有期待就不会受伤。套你的一句话，被抛弃这种事情，一辈子经历一次就够了。可是他跟宋雅不一样。如果他不一样，我就更加不能伤害他了。毕竟能不能完全康复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哥，你总是一个人撑着，会孤独的。我不是还有你吗？别想逃。不逃。哥哥，来，哥哥，你受伤了。哥哥，你是生气我今天迟到吗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被你朋友姐姐骗去吃饭才会迟到的。如果我没有迟到，你就不会跌倒，是我不好。宋雅找你，她找你干什么？他跟我讲很多东西。他讲他知道我来新加坡是为了找冯妮。他讲他在越南找到侯阳化，还有他讲他知道我们两个假结婚。哥哥，你不是跟我讲不可以告诉第三个人吗？是你告诉他的吗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姐姐很奇怪，她给我很多钱，叫我快点回去越南。我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？我去洗澡。哥哥，你真的生气我吗？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敢了，1分钟都不会迟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陪我上下班，也不用陪我吃午餐。哈？为什么？我用一次勇敢的暴走，改写一本自传的内容，从此我之后的空白都用满天虫。我在做晚餐，今晚早一点回家一起吃饭。在忙吗？让我知道大概几点回家。饭菜好了，我等你。你还在忙吗？你别累坏了，我煮了晚餐给你，快点回来哦。这一刻就是永久，几个光年牵你的手，我陪你走。
有些歌词经不起雕琢。既然不是随便说说，就不随便说。我不要拿永远来形容，我要每个现在就足够，足够我们拼凑一个辈子的内容。我要用力挥霍，用力疯，用力保护，用力去感动，生命中和你每一次。胜利，你没有回家吗？你随便留个言告诉我你在忙也可以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哥哥，等我。不用了，你不用跟来。我来，你去吧。哥哥，我好了。我说了，你不用跟来。姐夫，你不是要出去吗？啊？一起出门吧，我有话要跟你聊。你不方便听，别跟着。姐夫，走吧。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拜拜。弟弟，哥哥是不是真的生气我了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先吃多一点吧。怎么了？跟方朝吵架了？别聊我了，聊你吧。你跟我姐怎么回事？我跟你姐的事没什么好聊的。哎，你快去上班吧。别逃避。我姐昨天打电话来，说要离婚。你们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聊过吗？你姐呢，心平气和，大家都会爬树了。离婚不是闹着玩的，双方同意分居3年，单方同意分居至少4年，你们会后悔的。离就离，我无所谓的。我这次绝不低头，我没做错事，我是不会道歉的。没要你认错，只是要你们放下情绪，理清事情的起因和发生误会的过程。起因就是你姐想象力太丰富，误会过程就是她到酒店去捣乱，结果是我受不了她，我不再迁就她了。你也有情绪？当然了，我是人，我当然有情绪了。是，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，人讲道理，可是你姐从来不讲道理啊。但是你爱她。现在不爱了。她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钟佩佩。你都不知道当天她在酒店发那样子多可怕，像一个泼妇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孕妇动手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我承认，我姐在控制情绪这一方面向来做得不好。这是其一，最让我失望、让我难受，就是她完全不信任我，连解释机会都不给我，就判我死刑。做夫妻做这么久，还有意思吗？所以才要寻找另外一种相处模式。婚姻是需要成长的，不是吗？昨天我姐在电话里面的语气很认真，问了很多离婚的细节。我觉得事情闹大了，不像你们平日吵架，所以我要安排第3者在场，让你们再见一次面。第3者是钟佩佩的代表律师，我明白了。那钟律师，麻烦你转告你姐姐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钱、公司、所有的物业我都给她，我全部不要了。我以第3者的身份来分析你们的问题。你说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你没出轨，那就说明这些误会可以解释，问题也可以解决，你们的关系还不至于那么糟糕。
没必要走到这一步。可是你姐都问你关于离婚的事了。算了算了，难得在这件事上我们都达成共识，她想离就离吧，我成全她。你好，请问秦胜利律师在吗？我有要事找他。秦律师现在放5星假期，已经有2、3天没回来上班了。那他有交代去哪里吗？他没说，我只听说他申请辞职，老板强行留他，他才答应不辞职，暂时放假。堂哥，这么急着找我，什么事啊？我知道我不应该来打扰你的，可是除了你，我真的不知道找谁了。他的朋友，他的家人，我真的一无所知。你是说胜利吗？他怎么了？我一直联络不上他，我去律师楼才知道他辞职了。他辞职了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也很久没有联系我了。关机了。之前还能拨通，只是没有人听。他以前有试过这样吗？试过，很忙的时候。现在都没有去上班，还能忙什么？你说他会不会出意外了？我叫同事帮忙去警局还有医院了解一下吧。暂时不用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对了，他除了现在住的地方，还会有其他地方落脚吗？还有他的家人、他的朋友呢？他的家人好像已经不在了，姐姐一直住在国外，他也很少提起。我很少问他的私事，他也没说。所以，我是他最亲的人吗？一直以来都是他照顾我，我从来没有主动去关心他。我这个女朋友真的太不称职了。不怪你，最近你也有很多烦心的事，不过还好有他陪着你，我们也比较放心。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那你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？之前有一个人去学院找我，说是你们的旧同事，他跟我说一些很奇怪的话，像是要挑拨离间。胜利知道之后很生气，他很少这样子的。那位旧同事是不是叫奥斯曼？他还说了什么？我忽然想起我还有急事，堂哥，如果你有胜利的消息，你联络我吧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保持联络。世明本来要来机场接我们的，怎么知道车子在路上爆胎了？幸好遇到你啊，可以送我们回家，方便多了。谢谢你啊！不用客气，碰巧我也是刚出差回来。机场这么大都能遇见，应该就是缘分了。是啊，你真的很本事啊！一个女孩子呢，经常到处飞，你爸可以退休享清福了。芳草也不错啊。才来新加坡短短几个月，就开始接手裁缝店的生意。我们那家老古董店有多难做啊？3个人顾店我都嫌多了。照理说，他应该花多一点时间照顾世杰的。其实，我听说了芳草的一些事，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们。这
大半年，他陪着我们经历过风风雨雨，难道都是假的？那我们师姐怎么办呢？人家怎样说我都不会相信，就算是事实，我也要他们亲口告诉我。还有啊，你刚才不应该在宋雅面前批评芳草的。我这个人就是不会拐弯抹角，有话就直说吗？再说宋雅又不是外人。Father，你们回来了。大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每次叫我不要管，孩子是我们的，关心他们有错吗？没错，不过这种事情在电话能聊得清楚吗？不如等见面才聊嘛。还等？我们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我们才走了1个月，整个家就天翻地覆了。离婚的离婚，假结婚的假结婚，再等下去啊，整个家都散了。那你打算怎么样？你要在电话里面训他们一顿吗？事情越复杂，就越不能够毛毛躁躁去处理，要了解全面，才能够对症下药的。你不了解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佩佩跟大千他们会闹离婚，就是因为结婚这么久了没有生小孩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怎么可以让他们说散就散呢？我早就应该要劝佩佩了。父母不和睦，还不是小孩遭殃？你这叫做头痛医脚，脚痛医头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了。哎，好了，我回开封店啊。哎，家都要散了，你还不留下来解决？芳草在店里，我回去看看。哦，那你等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你别去了，你性子急，一开口准闹翻的。我去就好，你待会打电话提醒大家，今天晚上回来吃饭。张太太，你之前提到的有些是正常的害喜现象，不过有些就不太寻常了。医生，等等，你说我害喜，那是说我怀孕了？对啊，我帮你验血也照了超声波，确定是怀孕了。另外，你看这里，你的子宫长了肌瘤，你目前是高龄孕妇，需要特别留意。我建议你尽快去看妇产科。你的子宫里有个8cm大的肌瘤，它不是恶性肿瘤，但是会影响你的怀孕和分娩过程，所以整个怀孕过程需要密集观察胎儿和肌瘤的状况，因为有很大几率会导致早产或流产。流产？你是高龄产妇，有过小产经验，子宫又有肌瘤，风险肯定比一般孕妇高。我的病人当中有过成功把小孩生下来的例子，当然也有人选择人工流产，接受治疗。我愿意做家里那最渺小的人，只是我还是放不下心里那小小的心愿。你啊，我再求你一次，我们生一个小孩吧，好吗？喂，妈，你们回来啦？回家吃饭。好，回家就是了。嗯。爸爸，上海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？是不是很厉害？确实是个好地方，老匠人聚集地。
那里的年轻人喜欢旗袍的也很多。那爸爸以后可以带我去吗？我也想看看。有没有以后，不是我说了算，是你。我刚下飞机就听说你的事，我不想相信，我想你亲口告诉我。爸爸，你要知道什么？你问。你和珊珊是姐妹。所以当初你不肯告诉我们你留下的原因，是因为你还没找到珊珊。你和世杰是假结婚的，对吗？你们这2个孩子为什么要瞒住我们？结婚可不是小事啊！这世界也真是的，没有分寸。爸爸，对不起，不关哥哥的事，是我告诉他不要讲的，你不要怪哥哥。爸爸，我跟你讲骗话，我真的很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谎言，不过也不全是假的。至少你照顾世杰是真的，帮助裁缝店，帮助我也是真的。这家老店当初如果不是你鼓励我，应该已经放弃了吧？我这趟去上海3星，总算找回了初心，还以为能够成为你半个父亲是缘分，怎知道才回来就告诉我说媳妇是假的呢？爸爸，对不起，我把你当做真的爸爸，不是假的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反而是我欠你一句谢谢。如果你迟早都要回越南，就让我们珍惜现在吧。今天是冬至，冬至大如年，每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一起吃团圆饭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大倩跟你妈正在厨房忙着呢，你现在就打个电话给他们，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团圆饭，就一家人一起吃饭。哦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也要帮忙。我现在就去买做春节的东西。来，今天是冬至，我煮了汤圆。虽然今年不能在家里面吃饭，但在这里吃汤圆，我们也算团聚了。好好好，爹地一定把它吃完。太好吃了，简直是软进心里了。爹地，你今天心情很不错哦。当然，在家里闭关了那么多天，今天是冬至，终于可以开店了，也算是圆满。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我们家装了这个，等一下你手机可以下载这个 app 啊，那只要点开就会看到妈咪了。是 CCTV 啊？我还找了邻居阿姨帮忙看着妈咪，双重保护，我又可以开店，有东西就不用白给租金了。爹地啊，可是我看不到妈咪。可能上厕所吧。电话。邻居阿姨呀，每天这个时候她都会打来跟我汇报妈咪的状况。喂，阿姨啊，什么？不见了？喂，怎么会这样的？那，你现在马上给我下楼找她，把她追回来去呀！
哎呀，姐姐是妈咪不见吗？是，我打她的手机啊。喂，李莹啊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在超市买东西？等一下，有人要吃烧烤。家里已经很久没有庆祝圣诞节，我还要买很多东西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在忙，回家再说吧哈，拜拜。珊珊的妈妈。这边，电话打不通怎么办？妈咪，不是，我们去附近找找吧。去那边找。哎，姐姐怎么样？我问过附近的人，都没有见到他。我也打给邻居阿姨，她说妈咪还没有回家。哎呀！喂，世明，你知道妈咪在哪里？Hello， 阿姨。你女儿？我女儿几岁啦？我今年24岁了。好可爱啊！我女儿珊珊，跟她一样长得那么高，也是很可爱。你一个人吗？你的家人呢？他们在那里等我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来，跟阿姨说拜拜吧。他为什么带走珊珊？他为什么带走我的珊珊？他为什么带走我的珊珊？他不是珊珊。他为什么带走我女儿？你买了很多。为什么带走我女儿？可以带走我珊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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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是珊珊！你不可以走！珊珊！不是！珊珊！珊珊！珊珊！是我。老公，有人抢走了我们的珊珊，你赶快去把她救回来！救回来！他是保姆来的，他带珊珊回家。哎，我们现在回家看珊珊，好不好？你骗我！我们家没有保姆，你骗我！你赶快去把她救回来！是，赶快把她救回来！好。珊珊在这里。妈咪，我是珊珊。你怎么搞的？不是，阿苏。小星星眨眼睛，1、2、3、4数不清，想家时一抬头就感应。小星星放光明，在夜里指引，无论多远家都在心底。陌生的城市里有熟悉的背影，找寻同一种安定。思念如影反
山远。